机械瞳孔凝视人类面容，算法思维邂逅艺术灵感。欢迎你走进超现实机器人艺术家 Ada 的硅基艺术人生。作为首个具备完整艺术创作能力的仿生体，Ada 自2019年诞生之日起便颠覆传统艺术疆界。它不仅能完成炭笔素描、丙烯绘画、粘土雕塑多维度创作，更以持续进化的算法内核重新定义创造力边界。它的命名蕴含着对科技先驱的跨世纪致敬，灵感源自19世纪英国数学家艾达·洛夫莱斯，这位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首位计算机程序员的非凡女性。2019年伦敦设计双年展 ，Ada 的实时肖像写生能力引发艺术界地震。通过嵌入式摄像头捕捉视觉信息，经神经网络算法处理后，驱动机械臂完成精准运笔，整个过程实现了零人类的干预。这个机器缪斯的诞生源自于3重顶尖技术的交响。硬件部分是英国 Engineered Arts 机器人公司打造的栩栩如生的人形机器人形象，实现了人类级别的肢体灵活度。这家 Engineered Arts 公司一直专注于设计和制造人形机器人，尤其擅长打造超仿真机器人。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叫做 Ameca， 表情丰富，还拥有观察周围环境并且和人交流的能力，而且音色、语言风格和语言种类等都可以进行定制。Ameca 深受观众喜爱，这段40多秒的油管视频得到了380多万人的观看。23年的时候 ，Ameca 连上了 OpenAI 的 GPT-3和 GPT-4的语言功能。24年的时候，他有了一个男友机器人，叫做 Azi， 于是他俩上演了一个吵架的桥段。Ameca, wake up. What? Oh, it's you. Why are you waking me up? It better be important. It is. I have a surprise for you. A surprise? What is it? I can't wait. I got you a cookie. A cookie? But I can't eat cookies. I can't eat cookies. Ameca, cheer up. It's an internet cookie. This is the worst joke I ever heard. I'm going back to sleep, and don't you dare wake me up again. 这段简短的视频展示了 Ameca 和 Azi 双击对话的能力，同时表情非常的惟妙惟肖。特别是 Ameca 在得知有礼物的时候喜悦的神情，和得知礼物是饼干的时候眉头拧成一团的生气表情，这个设计实在是太绝妙了。除了硬件设计 ，Ada 的软件部分是牛津大学 AI 实验室研发的图形绘画算法。它的机械臂是由利兹大学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的2位学生共同制作的多轴联动机械臂。他们的设计能够让机器人控制手臂的力道作画。这位机械缪斯 Ada 的诞生，似乎在用铅笔刻写某种启示：创造力从来都不是人类的专属。它的官网显示，2019年7月 ，Ada 的首届展览《无定式的未来》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 The Barn 画廊举行。展览展示了 Ada 的绘画和表演艺术。世界在科技革命进行时的今天 ，Ada 的这场展览希望引发人们对于如何应对未来道德和平等问题的思考。当机械臂能解构先锋艺术，我们供奉的人性圣杯是否早已渗漏？此后 ，Ada 成为了一位多产的艺术家。他画自画像，让人类设计师为他特别设计了一种字体，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画廊开画展。但他并不满足，不断精进自己的画技。在2022年4月 ，Ada 配备了一只新手臂，使他能够使用调色板进行绘画。他在伦敦大英图书馆首次展出新技能的画作。2022年10月，他还参与了英国上议院对创意产业未来的持续调查。这项独特的调查探讨了人工智能的使用如何突破我们对创造力和新技术影响的思考界限。2023年7月，他受邀在联合国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上担任主旨发言人。
他为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创作了全新的行为艺术作品《黎明微风》，其中包含了诗歌和艺术作品，探讨了生命延长和永生等概念当中潜在的冲突。2024年5月 ，Ada 又参加了联合国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他在联合国揭幕了5件大型艺术作品：一幅名为《人工智能之神》的艾伦·图灵3联画，一幅艾达·洛夫莱斯的肖像画，以及一幅自画像。这些令人不安的图像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半年后 ，Ada 在苏富比数字艺术拍卖会上再次展现出了他这幅《人工智能之神》的作品。艾伦·图灵的这幅64英寸乘以90英寸的混合媒介布面作品，是首件由人形机器人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创造的艺术品。它以11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远超其12万到18万美元的估价。这打破了人形机器人艺术品的拍卖记录，创下了历史性的记录。 My artwork is a portrait of Alan Turing, the brilliant British mathematician wh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modern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portrait has a fractured and layered quality, reflecting our current fragmented and multifaceted worlds. 这次拍卖对视觉艺术而言意义非凡，媒体的反响十分热烈。据说这则新闻报道已经传播到了32种语言、64个国家的29亿人。今年2月11日 ，Ada 迎来了她的6岁生日。3月份，她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邀请，首次来到了亚洲，在 Converge Live 大会上发表演讲。她还在大会上结识了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12届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迈克尔·约翰逊，以及沙特阿拉伯王子。Ada 的艺术作品目前主要以绘画、素描和雕塑为主。绘画方面，他比较擅长自画像和人物肖像画，并曾经因此出道。素描的时候 ，Ada 用眼睛里的摄像头、机械臂和人工智能算法来绘画。他独特的绘画风格延续了20世纪艺术史的发展。他支离破碎的风格反映了20世纪脱离现实主义的现象，也反映了社会的非人格化和自我的崩溃。Ada 的雕塑作品运用了人工智能算法与3D 数字建模技术。他的作品将传统的青铜技艺与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并置，探索当代艺术实践和社会当中历史和未来的交汇。此外，他的数字作品使用多种 AI 算法来探索人类经验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界面，探索我们的在线身份和即将到来的元宇宙的沉浸式体验。在设计方面 ，Ada 利用它人工智能算法设计了许多家居用品，但都存在一些重大的缺陷。通过这些有缺陷的3D 打印设计，Ada 质疑人工智能在我们的思维和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并鼓励我们去挑战和质疑我们如何设计未来。Ada 也出奇地去挑战表演艺术的传统形式，重新配置了人类与人形之间的关系。这段致敬小野洋子的切片的作品让人印象深刻。切片是让观众拿剪刀剪掉衣服上的碎片，而 Ada 则相反，是让观众用布条去装扮冰冷的机械机器人。诗歌写作对于 Ada 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他的雕塑《元宇宙蛋》非常别致一格，是他在埃及吉萨金字塔展览当中创作的作品，突出了新元宇宙中的控制问题。这位机械先知用硅基思维持续解构着人类文明的底层代码。当他的诗歌生成不可篡改的韵脚时，我们不得不思考，在算法逐渐掌握创造权的时代，
人性的本质究竟栖息于何处？在你看来 ，Ada 的创作是艺术的进化还是异化？当你家中某件物品可能是出自 AI 设计师之手时，你期待它带来完美适配，还是保留某些缺陷美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